兄弟们，先給大家來個靈魂拷問，聽完你絕對破防。在香港月薪4萬港幣，早茶自由，燒臘隨便吃，下班陪家人逛維港；而在英國每天幹12個小時，月薪折合港幣連1萬5都不到，買顆青菜都要20港幣，煮個泡麵都得算電費，你選哪個？最近一位移英港男的回流自曝，直接炸穿了整個移民圈。他在香港做中層管理，月薪穩定4萬。當初被自由福利的口號忽悠瘸了，去英國，結果呢，不僅工作從白領降級成倉庫搬運工，連基本的生活都快維持不下去。他在視頻裡怒噴呀：“我在香港能掙4萬，到了英國掙那點錢，連房租都不夠交，用腳投票都知道該回港。”更扎心的是他還爆了個猛料：英國現在通脹飆到3.4%，食品價格漲了4.5%，他每天吃的泡麵都比去年貴了3成。而香港的高薪人才月薪中位數都到5萬，比他在英國的收入翻了3倍多。今天這條視頻咱們扒一扒移英港流回流的底層邏輯，藏在收入差距背後的坑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老友記，我是大釗。首先咱們先把這個案例的來龍去脈說清楚，讓沒聽過的朋友快速跟上節奏。這位港男叫小帥，當然是化名，在香港做了8年的物流中層管理，月薪穩定4萬港幣，扣掉每月1萬2的房租，他住在新界2居室，每個月還能省下1萬5，周末約上朋友喝個早茶，吃個燒臘，逢年過節呢還能帶着家人去旅行，日子過得美滋滋。2023年，小帥看到身邊不少人通過 BNO 計劃移英，說英國房子大，空氣好，福利還完善，還承諾只要住滿5年，合法納稅就能拿到永居。小帥一時心動，想着給孩子更好的教育環境，就辭了工作，賣了香港的小房子，舉家搬到了英國倫敦郊區。結果到了英國，現實給了他一記響亮的逼斗。首先是找工作難，他在香港是中層管理，到了英國卻因為英語不夠流利，投了幾十份簡歷，最後只能找倉庫搬運工的工作，月薪2000英鎊，折合成港幣才1萬9，扣掉房租，每個月1萬2港幣，住的還是那種老舊公寓，水電伙食每個月根本剩不下錢，甚至還要靠香港的積蓄補貼。更讓他崩潰的是，英國的通脹越來越嚴重，2025年12月通脹率已經升到了3.4%，是5個月來首次上漲。食品和非酒精飲料漲了4.5%，交通運輸漲了4%，連他每天吃的吐司麵包都從去年的1.2英鎊漲到了1.6英鎊，折合港幣漲了30多塊。他在視頻裡吐槽他在香港每天早晨能吃雲吞麵、叉燒包，到了英國呢，只能啃麵包、喝涼水。不是我想省，是真的吃不起。最後小帥忍無可忍，決定回流香港。他總結了2個核心回流的原因：第一，收入差距太大，到英國掙不到2萬，連基本的生活都維持不下去；第二，英國的規則太坑，通脹高，福利難拿，永居門檻反覆橫跳，根本就看不到希望。講個移民圈笑話，聽完你可能會笑，也可能會哭。有個移英港人在香港的時候每天能吃燒臘，到了英國之後呢，買1斤五花肉要8英鎊，大約76港幣。他咬咬牙買了半斤吧，煮的時候還不敢多放煤氣，用電吧又怕電費超標。他跟朋友吐槽：“我在香港可是食肉族，到了英國我成了素食主義者。不是我想健康呀，是我吃不起肉。”還有個港人更慘，在香港月薪3萬，到了英國只能去餐廳洗盤子，月薪呢折合成港幣才8000，連房租都不夠交，最後只能靠香港他媽給他寄錢接濟，成了真正的移英啃老族。這就不得不提起管子牧民的一句話：“倉廩實而知時節，衣食足而知榮辱。”意思是倉庫充實了，百姓才懂禮節；衣食無憂了，才會有榮辱之心。可反觀移英港人，倉廩被通脹啃噬，衣食都成了問題，連基本的生活品質都保證不了，還談什麼自由、什麼尊嚴？英國政府把移英港人當成了廉價勞動力，需要的時候讓他們填補勞動力缺口，不需要的時候就用高通脹、低收入把他們擠兌走。這就是赤裸裸的耗材邏輯嘛。你連自己都養不活，怎麼給英國納稅呢？怎麼給英國的經濟做貢獻呢？所以收入差距不是小事兒，而是決定你在異國他鄉能不能活下去，活得有尊嚴的核心問題。更諷刺的，很多移英港人在香港的時候都是中產，收入穩定，生活舒心，結果呢被自由福利的口號忽悠，賣掉香港的房子，舉家搬到英國，最後落得個收入腰斬、生活降級的下場。就像小帥，
在香港月薪4萬，日子過得多姿多彩，到了英國连房租都不夠交，這不是腦子進水是什麼？說白了就是被表象迷惑，沒看清楚英國移民政策的底層邏輯。你以為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了，其實是去給英國當韭菜。再來看看規則陷阱加身份焦慮，永居門檻反覆橫跳，福利根本就拿不到。如果說收入差距是物理打擊，那英國的規則陷阱跟身份焦慮就是致命打擊，也是很多移英港人最終選擇回流的核心原因之一。很多移英港人以為只要在英國工作納稅就能拿到永居，享受福利，結果沒想到英國政府的規則比過山車還刺激，稍微不注意就踩坑，最後連永居的邊都摸不着，福利更是想都別想。再說说英国的福利有多難拿吧。很多移英港人以为英国的醫療教育都是免費的，結果到了英國才發現醫療排隊要等幾個月，小帥的孩子感冒發燒只能自己買退燒藥吃，根本就排不到醫生。教育雖然公立學校免費，但課外輔導、校服、文具都很貴，1個月下來也要幾千港幣。更坑的是英國的福利只給本地人，移英港人就算住滿5年沒拿到永居，也只能享受部分福利，比如低保、失業救濟，想享受完整的福利門都沒有。再給大家講個笑話，有個移英港人為了拿到永居，辛辛苦苦熬了5年，收入達標了，居住年限夠了，結果呢，因為沒交國民保險，也就是英國的社保，被英國內政部直接給拒了。他去申訴用蹩腳的英語解釋，我不是故意不繳，是我不知道要繳啊。人家官員管你那麼多，冷冷回一句，這是你的責任，不是我的問題。最後他只能灰溜溜的回來，還自嘲道，我在英國交了那麼多稅，結果連福利都沒享受到，永居更別提了，這不純大冤種嗎？這裡就不得不提韓非子有度的一句話，法不訛鬼，神不繞曲，意思是法律不偏袒權貴，墨線不遷就彎曲的木材。可問題是在英國，法是誰寫的，神兒是誰拿着的？規則的解釋權永遠在英國政府手裡，他們可以隨意提高永居門檻，隨意修改福利規則。移英港人就算再守法再納稅，也只是待宰的羔羊。就像英國2025年的移民改革提案，直接把永居通道分成了3檔，高收入群體，也就是年薪超125140英镑，這批人3年就能拿到永居，是不是挺快的？再來看中等收入群體年薪5萬至12萬英鎊，他們5到7年能拿到永居，再熬個1-2年吧，還行吧。再看普通收入群體，年薪低於5萬英鎊，10年拿到永居，這不就拉條幅那波人嗎？還新增了英語無犯罪記錄。強調一下，英國政府都說了，你們再拉條幅那就是犯罪記錄，無債務等要求，這明擺的就是精英化篩選，把普通移英港人排除在外。更諷刺的是，英國政府還把這種反覆橫跳的規則包裝成優化移民政策，篩選優質人才。可實際上呢，他們篩選的不是優質人才，而是能給英國創造價值、能被長期收割的耗材。你有用的時候，他們把你當寶貝儿；你沒用的時候，他們就用規則把你踢出去，斩殺了。這就是西方移民體系的底層邏輯，從來不是你努力工作就能換來尊重與未來，而是你進系統被榨乾、被斬殺。圈子內鬥加心理煎熬，寄人籬下，連尊嚴都沒有。如果說收入差距跟規則陷阱是表面坑，那圈子內鬥跟心理煎熬就是深層坑，也是很多移英港人最終選擇回流的主要原因。小帥在英國住了2年，不僅日子過得捉襟見肘，心理上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。他說，在英國他就像個外人，不管怎麼努力他都融不進去，連尊嚴都沒有。首先是圈子內鬥，小帥本來以為都是香港人，到了英國應該互相團結互助，結果沒想到呢，很多移英港人都是內卷，要麼互相攀比房子大小、收入高低，要麼踩低別人抬高自個兒。比如那些在英國住上大屋、收入達標的港人，就會嘲笑那些住小房子、收入低的港人沒本事，混得差，一副我比你高貴的嘴臉。小帥就被嘲笑過。有一次他跟幾個移英港人聚會，有人問他收入多少，他如實說月薪19000港幣結果呢，被人嘲笑，你在香港都掙4萬港幣，到了英國才掙19000，就這點本事那你就不該來英國嘛。他當時就氣得說不出話，只能默默離開。從那以後他就再也不參加移英港人的聚會了。其次是心理煎熬，小帥在香港有很多朋友，每天都能交流談心，到了英國之後因為語言不通、文化差異，他很難交到朋友，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待在家裡，日子過得孤孤單单。
他還發現英國人對移英港人並不友好，很多時候會受到歧視。比如他去超市買東西，收银員會故意放慢速度給他臉色看。他的孩子在學校也会被同學欺負，說他是外地人。更讓他崩潰的是，他在英國失去了自己的社會價值。在香港，他是個中層管理，受人尊重，手底下好幾十票人。可到了英國呢，他只是個倉庫搬運工，每天幹着體力活，還經常被老板罵，這讓他的自尊心受到極大打擊。他說他在香港活成了別人羨慕的樣子，到了英國呢，卻成了自己最厭惡的樣子。這種心理落差比收入低更難受。論語說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意思就是君子觀點可以不同，但是能和睦相處，而小人呢，就算表面一團和氣，內心也充滿了嫉妒跟爭鬥。那些移英港人本身就是抱着逃離香港、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態去的英國，可到了英國之後发現現實比想象中殘酷。自己的處境並沒有變好，反而變差。這時候他們不去反思自己的選擇，不去抱怨英國政府的政策，反而把怨氣撒在自己所謂同胞的身上，通過踩低別人來獲得心理平衡。這就是典型的小人心態。而孟子說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更是這些移英港人做不到。他們在香港過得富貴，到了英國變得貧賤，就失去自己的骨氣跟尊嚴，要麼討好英國人，要麼欺負同胞，最後落得個裡外不是人的下場。小帥之所以選擇回流，就是因為他明白寄人籬下的日子永遠沒有尊嚴可言。與其在英國受屈辱，不如回到香港找自己的價值跟尊嚴。兄弟們，今天這條視頻用小帥的真實案例告訴大家一個道理：移民不是逃離苦海的捷徑，也不是追求自由的唯一方式，它只是一種選擇。選擇对了，日子過得舒心；選擇錯了，及时止損也不可恥。小帥的經歷之所以能炸穿移民圈，就因為他戳破了移英就是成功的謊言，戳破了西方規則公平公正的假象，戳破了移民圈抱團取暖的幻象。在這個世界上，從來沒有什麼天堂，也沒有什麼完美的國家。最好的地方永遠是能讓你過得舒心，能實現自我價值，能跟家人团聚的地方。話說回來，回流香港沒問題，但有個前提，普通港人回家有出路。但是那些當年搞黑暴回香港的暴徒想回流香港也行，該坐牢坐牢，該追责追責，浪子回頭金不換。前提是你得認錯伏法，別想着犯了事兒可以拍拍屁股就翻篇。我是大钊，下期再見。